觉得你未来会结婚吗？啊，结婚了之后呢，你会被很多的一些刻板的思维给禁锢住了。爸妈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和谐。之前觉得结婚像是一个任务，那你觉得现在年轻人不想结婚的原因是什么？ Before the video starts, here's a littl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bout marriage in China, because it's very different compared to North America. So in China, we have a tradition called the bride price, which is 彩礼 in Chinese. So it's basically money or gift given by the groom's family to the bride's family before they got married. And the amount can be very different depends on how developed the area is. In first tier cities like Beijing, Shanghai, it can be ranged from 1,500 to 7,000 USD. But in some of the most expensive provinces like Jiangxi province, it can reach from 40,000 to 70,000 USD or even more. So for many young people, high bride price has become one of the reasons that getting married is very financially stressful. Besides the bride price, some family even expect the groom's family to be able to provide a house and a car to prove that the couple can have a stable life. So while watching this video, I want you to try to figure out who is in there for love and who is more looking for financial stability. And if you want to learn Mandarin, I'll recommend Chinese Zero to Hero. You can find the link in the pinned comments and also use my code Aiden for 10% discount. Now let's get started. 您现在是有对象吗？我有，他是我们公司的实习生，我是他的前辈大姐姐。单身，恋爱状态。恋爱状态，恋爱，单身，我是单身，单身中。觉得你未来会结婚吗？会的，就好像是一个副本，你从新手村出来之后，你就会向往更高的副本。当然，我从来都觉得结婚然后生孩子是更高级的副本，是非常有能力的成年人才能够做到的。我大概率是不会的。可以有伴侣，可以有对象，但是说结婚就是在我的观念中是一辈子的事情。爸妈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和谐，就是这种事情导致我不想结婚。不会，没有谁规定说一定要结婚啊，不是奔着结婚而去谈恋爱的，但前提是双方一致达成的，不是说有隐瞒的。我想结婚，为了更好的自己。我想再过2年，现在还有一点压力，因为谈到后面我们2个人也是要往这个目的去走的。应该会吧，遇到爱情的时候，看我能不能遇到一个值得让我相信的人。暂时不想吧，事业为重。不想结婚，只想赚钱。那你觉得你未来会结婚吗？估计会吧，就可能会晚一点，没那么早。你觉得说结婚是为了爱情还是为了稳定呢？为了爱情。其实我之前是不婚主义啊，可能年纪慢慢上来了吧。我觉得一个人虽然说已经很精彩，但是你还是希望有的时候身边会有个人陪伴你。为了稳定吧，因为2个人才适合才是走到一起，然后呢就是要为了稳定，而且互相努力才走到最后的。那当然是爱情，真的遇到我非常好的爱情，我会想结婚。我觉得其实结婚和爱情是很美好的事情啊。如果我遇不到一个让我很想要就非常想跟他结婚的人，我也是不会随便的结婚的。为了稳定，因为结了婚，肩上的担子就会更重，然后就会对生活的质量啊什么的就会要更加的稳定一点，这样才能维持生计。个人结婚可以增加抵抗社会所带来的风险，可能是有个依靠吧，对啊，可能就是未来有个伴，陪个伴，还有孩子这些，以后老了也有个伴陪伴着。结婚在中国它更像是爱情还是一场交易呢？比如说像我父母是60后啊，婚姻就更像是一场交易，是一个合约，是大家找个人搭伙过日子。但是其实越来越像我们这个90后这个阶段，更愿意为了是爱情是去结婚，而不是说为了找个人凑合着过。它更像是一场交易，更像是一副无形的手铐。不仅是我个人，也会对方也会被禁锢。结婚了之后呢，你会被很多的一些刻板的思维给禁锢住了，就是男生应该干嘛，女生应该干嘛啊，女生应该做家务啊啥，这些刻板我是全部都反对的。交易，爱情抵不住面包，再加上柴米油盐的生活，更多人会变成一种亲情，很少有人能做到就是那种爱情吧。虽然说性格可以磨合，但没有经济的爱情，就算
去磨合也很容易有争吵。看每个人的理解吧，我觉得不能单纯因为爱情，也不能只是为了交易。比如说我们在生活上可以互帮互助，就是类似于1+1大于2的效果。我当然希望他能够承担的多一点。两者兼具吧，因为爱情也是双向奔赴，就两个人的性格互补啊什么的。如果是我觉得我们00后、90后偏向爱情吧，我觉得就是80以前他们就会觉得不结婚不行，更偏向交易一点。房子啊、彩礼啊、车这些对你重要吗？彩礼它其实是对女生的一个保障，但是又有一方面是我觉得是不重要，因为彩礼它只是一个世俗上面的体现。结了婚，如果说男方给我彩礼，我也会带回去，因为我觉得，那既然男方会给彩礼，那女方也会出嫁妆，就好像两个人合伙做公司一样。那我们这个彩礼和嫁妆都是为了让这个小家可以更好的去发展起来。不管以后想要是创业，还是两个人想要去工作，还是说以后要生孩子，对抗生育的风险，包括失业的风险，我觉得都更有意义。但是我不会说要求，男方超出他能力范围内的彩礼，因为我老家是河南的，我们那边彩礼还蛮高的，基本上普遍都得10-20万左右。但是不希望这个婚礼这个事情要去做得太隆重，因为我是非常实际的一个人，你要这些钱，你还不如说把这钱投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你可以做更多的事情。物质上没有太大的要求。我是说，我觉得我对小孩子的教育上，我觉得小孩子其实不用花那么多钱去报什么培训班，我比较希望他健康、快乐、平安就可以了。我不是不在意，但是如果他实在没有，那不能强求，愿意把他有的东西拿出来，那我觉得他的诚意到了就可以了。在中国结婚大概要花多少钱？如果说没有房子的话，应该也要打底要50万。结婚一定要有房子吗？要过上安稳的日子比较重要吧，然后不应该就是大求大贵啊这样子。你结婚之后会选择跟父母一起住吗？我现在是有在考虑，但是我现在的女朋友她说不要，所以说我也可以听从她的意见。你觉得彩礼多少你可以接受呢？我认为的话是5到8吧。你有没有跟他聊过这些事情？不用聊，是我自己的问题，我给多少就多少。那你觉得物质重要吗？其实还是有一点重要的，因为结婚一定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才能够你觉得娶你需要多少彩礼？啊，越多越好。有房有车，那有当然是最好啦。在中国结婚大概需要10万左右吧，现在承担不起。那你觉得房子、彩礼、车这些对你重要吗？这些挺重要的，毕竟人家把女儿嫁给你，肯定不能让你受苦啊。房子肯定是得买的，但是得慢慢积累出来嘛。经济基础是感情的基石，所以现在得慢慢搞钱。我感觉不重要，房子的话有个可以住就行。我看重的是你的人，就是你会努力就好。你觉得在中国结婚大概要花多少钱？在我们那边大概花20多万吧。你们那边的彩礼是多少钱？丰富一点的话是8万多，少的话以自己家里经济条件出嘛。我身边很多跟我差不多快30岁的女生，快到00这个阶段的女生，95后吧，大部分是比较排斥婚姻的，因为她觉得自己与其说去陷入婚姻的鸡毛蒜皮，高质量单身更有意义吧。我觉得说一个人可能更自由，一个人可以活得更精彩，但是当你发现有2个人的时候，你可以解锁完全不同的副本。尤其是我现在不仅是对婚姻很憧憬，而且非常想要去生小孩，因为它不仅是你生命的延续，而是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你对很多的东西都感觉没有兴趣了。你看过很多风景，你吃过很多好吃的，但是如果说你有了一个孩子之后，看着他从小一点点变大长大，你可以把你这些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或者曾经经历过的事情，觉得没有意义的事情再经历一遍，你会重新爱上这个世界。倒是说因为以前的一些原生家庭的经历吧，还有身边人的例子，导致了我对婚姻这种看法并不是觉得很完美的那一种。你觉得他们不和谐是性格原因，还是因为经济的问题，还是觉得有其他的问题？各方面的压力吧，就业压力啊，家庭，他们自己的父母
包括人际交往，包括性格。结婚它虽然有好的一面，但是更多的是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在于家庭之中。我是一个比较追求自由的人，我就希望说未来自己是独立的，时间是留给自己的，去看世界这样子。那你有没有因为这些问题跟你的父母发生冲突过呢？没有，他们不知情，但是我只做我自己。我生活现在是自理的，他们无权干预。那不想结婚有什么好处呢？做我想做的，并不是做我父母想做的那个我，因为他们并不能陪伴我的下半生。不想结婚是因为没有遇到对的人。之前觉得结婚像是一个任务，但是后面又觉得不完成这个任务也可以。很多女性她们是会恐婚恐育的嘛，你是怎么觉得的呢？之前我也是不喜欢小孩子的。我觉得恐婚主要是害怕遇见一些不负责的人，比如说家暴或者出轨。那恐育呢，怕麻烦，然后或者身体上的疼痛。那我觉得身体上面的疼痛我是可以克服。那小孩子的话是也是有大家双方的家人一起来带。那你觉得现在年轻人不想结婚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单看网上就很多例子了，很多人会恐婚啊、恐育啊这些，你在网上看就知道，家暴啊一堆，就家庭关系啊很多。现在更多的更追求自由吧，因为他们都觉得结了婚更像是一种捆绑，然后就失去了自由，没有了自己选择的权利，这样子。想自由吧，然后不想去光顾家里面的那些柴米油米啊，这些琐事啊，这些方面，可能是因为这个。你觉得结婚就是失去自由吗？嫁得好的话不会失去自由，嫁得不好就是会失去自由。但是没结婚会比结婚好一点。单身久了会觉得两个人在一起也是挺好的，而且现在身边的很多朋友都结婚了，所以看着他们家庭幸福美满的样子，其实也是觉得这样也挺好。Alright, thanks for watching. Here's a little bit more background about the marriage tradition in China. So paying bride price has been a tradition for more than almost 3,000 years. So in the ancient time, when a woman is married and she will leave her family, so basically it's a symbol of the family lose a labor force and also the future descendants not carrying the family name. And because of that, the groom's family will provide money or gift as part of the marriage arrangement. But today things are changing.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trying to discourage overly expensive marriage traditions, and many young people choose not to follow those traditions anymore. At the same time, wedding in China can be extremely expensive. Besides bride price, most couples are also expected to host a large wedding party for the family and friends. Depends on how luxurious the wedding is, the total cost can easily range from $14,000 to over $140,000. So if this video gets over 10,000 likes, I will actually be making a video about what it's like getting married in China from a local perspective. And if you want to learn Mandarin, I'll recommend Chinese 0 to Hero. You can find the link in the pinned comments and also use my code Aiden for 10% discount. Alright, I'll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